作为美军空中力量的绝对基石，人类历史上第5代机王者，世界首架垂直起降5代机 F-35始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但如果算上综合成本与实际战斗力，或许都不用加这个之一。最近，伊朗还拿着 F-15的碎片吹嘘自己击落了 F-35，其嗨皮程度让人以为伊朗打赢了美伊战争。那么 F-35凭什么能帮助美军制霸空中数十年？它那神乎其神的垂直起降又到底是怎么回事？请大家接着往下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F-35是一架根本不存在世界上的飞机。这既是在说它身上的科技水平有多高，也在讲研发 F-35的工程有多浩大。但想要真正看懂这台造价4000多亿美元的吞金巨兽，我们就必须先把时间拨回1991年。这一年，苏联解体，冷战的阴霾散去，美国国防部的预算遭遇了断崖式的腰斩，但是美军的机队却面临着集体老化的致命危机。美国空军的 F-16和 A-10需要换代，美国海军的 F-118大黄蜂急需接班人，而美国海军陆战队更是眼巴巴地指望着能有一款新飞机来替换掉那群事故率极高、腿短腿慢的 AV-8B 摇式垂直起降战机。如果按照冷战时期的玩法，这3个军种会各自向国会要钱，各自研发一款专用的下一代战机。但在当时的财政窘境下，国会两手一摊地表示 We are poor， 没钱，所以你们海陆空3军必须给我用同一套底盘，造出一款能够满足你们所有人需求的通用战斗机。于是在1995年，人类航空史上最变态也最具挑战性的武器研发计划联合攻击战斗机项目正式启动。为什么说它变态？因为这3个军种的需求在物理学和空气动力学上是完全冲突的。空军要求飞机必须轻巧敏捷，具备高强度的超音速突防和狗斗能力；海军要求飞机必须有巨大的机翼和极其坚固的起落架，以承受航母弹射器和拦阻索那极其暴力的撕扯力，但这无疑会大幅增加飞机的死重。而最离谱的是海军陆战队的要求，他们要求这架具备隐身能力的超音速战斗机必须能够像直升机一样在原地垂直起飞降落，这意味着必须在飞机内部硬生生地掏出一个巨大的空间，塞进去一套庞大且沉重的垂直升力系统。而在平飞作战时，这套沉重的系统就是纯粹的累赘。把这3种截然不同的气动要求强行揉进同一个隐身机身里，在当时的航空界看来就是做梦，在当时的物理学家看来就是物理学不存在了。但美军决定赌上一赌，面对五角大楼发出的这张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清单，美国航空界的2大巨头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拿下了赌约。波音公司拿出了 X-32验证机，为了实现垂直起降，波音采用了传统的直接升力方案，也就是把发动机布置在机身中前部，通过将发动机喷管向下偏转，直接用喷出的高温废气把飞机吹起来。这种设计结构简单，重量轻，但它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热气回吸。验证机极容易喷出的上千度高温废气，废气打在甲板上反弹回来，一旦被发动机进气道重新吸入，便会导致发动机推力瞬间骤降，甚至当场空中熄火。而且这种恐怖的高温射流足以把2栖攻击舰的特种甲板直接烧穿。美军看完实验，当场将波音公司 pass。相比之下，洛克希德马丁的臭鼬工厂交出的 X-35验证机则科学很多。他们祭出了航空史上最疯狂的发明——轴驱动升力风扇系统。这套系统是这样运作的：当 F-35B 准备垂直降落时，第一步，座舱正后方机背上的一块巨大盖板向上掀起，露出里面一个直径接近 1.3 米的冷气升力风扇，机腹下方的2扇舱门同时打开。第二步，尾部那台推力冠绝全球的 F-135涡扇发动机3轴矢量喷管开始像蛇一样向下弯折，整整弯折90度，直指地面，提供强悍的向下推力。第三步，也是最核心的一步，飞行员按下按钮，一套由航空离合器相连的超强传动轴瞬间咬合，将尾部的主发动机将近2万马力的狂暴轴功率直接硬生生地传递给机头前方的升力风扇。
第4步，升力风扇疯狂转动，从机背吸入大量冷空气，从机腹向下喷出强劲的冷气柱。与此同时，机翼两侧的滚转控制喷嘴也随之打开，喷出气流以维持机身绝对平衡。此时，战机向下的推力分成了2部分，尾部喷出的是发动机的高温废气，而前半部分喷出的则是升力风扇制造的未经燃烧的常温冷空气。这股巨大的冷气流在机腹下方形成了一道看不见的冷空气墙，完美的隔绝了尾部高温废气向前蔓延。同时，升力风扇白白多制造出了近半吨的额外升力，让 X-35 的垂直托举能力达到了不可思议的量级。2001年7月20日，这是决定命运的一天。罗马公司的试飞员驾驶着 X-35B 验证机，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完成了一个名叫任务 X 的终极测试。飞机在跑道上仅仅滑行了150米，完成短距起飞，随后直接加速，在平飞中突破音障，实现超音速飞行。紧接着返回基地，在空中稳稳的悬停，然后像一片羽毛一样垂直降落。短距起飞、超音速突防、垂直降落，这3个极端矛盾的动作，在同一次不间断的飞行中被完美融合。这一幕不仅直接宣判了波音 X-32的死刑，更宣告了人类战斗机设计迈入了一个全新的纪元。洛克希德·马丁赢得了这场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世纪合同。X-35正式转正，被命名为 F-35闪电2。胜出后的 F-35根据3军的不同需求，演化出了3个各具特色、具有高度通用的主力型号。它们像3把尖刀，彻底重塑了美军的作战体系。其一 F-35A， 这是 F-35家族中产量最大、造价相对最低，但机动性最好的一款。目前单机不含发动机的造价已经压到了约8250万美元。对于一款5代机来说，这简直是白菜价。它是唯一一款在左侧翼根处内置了一门25毫米 GA-622A 4管加特林机炮，最大过载可达9G。它的任务是全面替换美军庞大的 F-16和 A-10机队，承担起踹门、纵深精确打击以及夺取局部制空权的重任。更可怕的是 F-35A 已经正式通过了挂载 B61-12战术核炸弹的认证，这意味着它也是北约在欧洲进行战术核威慑的核心隐身投送平台。其二 F-35B 造价最昂贵，约 1.09 亿美元，内部结构最拥挤，但贵也有贵的道理。它搭载了那套重达数吨的轴驱动升力风扇，为了塞下这个风扇， F-35B 牺牲了部分内部油箱空间和弹仓尺寸，没有内置机炮，只能使用外挂隐身机炮吊舱，最大过载被限制在7G。战时，它可以降落在被炸毁的高速公路上，或者临时搭建的野战停机坪上，进行快速补给后再战。可以说 F-35B 让美军的2栖攻击舰瞬间拥有了匹敌中等国家正规航母的隐身对海对地打击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日本的出云级、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级、砸锅卖铁也要引进 F-35B 的根本原因。其三 F-35C 造价约 1.021 亿美元，这是专为美军10万吨级航母量身定制的刺客。它的机翼面积比 A 型和 B 型大了整整 45%， 尾翼也进行了等比例放大。为了节省航母甲板内寸土寸金的空间，它的机翼外侧还可以折叠。同时，为了承受蒸汽弹射器和阻拦索那恐怖的撕扯力，它的起落架被设计得极其粗壮和沉重。不仅如此， F-35C 拥有全家族中最大的内部载油量，作战半径最远，是美国海军用来突破敌方反介入区域拒止防线的第一波次破门者。看到这，相信还有不少朋友问，既然 F-35的硬件这么强，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黑粉？答案很明朗，追求极致通用性的代价就是臃肿。为了把升力风扇塞进同一个气动外形里，所有的 F-35都长得胖乎乎的，截面积偏大，被居民们戏称为肥电。这也导致 F-35在最高速度以及持续超音速巡航能力上根本无法与专职的空优战斗机 F-22相媲美。在早期的近距离格斗模拟中，甚至传出过挂载副油箱的 F-35被 F-16老战机缠斗击落的传闻。于是一些阵营开始疯狂嘲讽，花了这么多钱造出了一架飞不快转不动的废物，
但这种嘲讽恰恰暴露了他们对现代空战底层逻辑的严重无知。F-35根本就没打算在视距内和你拼刺刀，它的核心战力建立在信息和传感器融合的彻底降维碾压之上。如果把传统的4代机比作是一个拿着大刀、眼神敏锐的角斗士，那么 F-35就是一个躲在暗处、拥有热成像仪和上帝视角的隐形狙击手。你连他在哪儿都没看到，你的阵地就已经冒火了，这也是他能成为5代机的重要原因。当然，参数再漂亮也得拉到战场上溜一溜，这一点 F-35还真不怂。只因为它是目前全球第5代战斗机中实战经验最丰富、战果最显赫的机型，没有之一。第一个把 F-35拉上战场的是深陷中东火药桶的以色列。以色列为自己的 F-35A 进行了专属的航电和电子战升级，命名为 F-35I 阿迪尔，意为强大。早在2018年，以色列空军司令就骄傲地公布了一张照片，一架 F-35I 正大摇大摆地飞越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上空，而照片的背景里赫然是敌方的国际机场。在随后针对叙利亚和伊朗的海外军事基地的多次空袭中， F-35I 如入无人之境，俄制 S-300 甚至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在 F-35I 面前如同玩具。以色列飞行员经常在敌方防空阵地头顶投下精确制导炸弹，直到雷达站被炸上天。那些俄制雷达的屏幕上依然是一片雪花。更经典的案例发生在2021年，以色列官方证实 F-35I 战斗机在远距离使用空对空导弹，成功拦截并击落了2架试图向以色列境内运送武器的伊朗无人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5代隐身战斗机首次在实战中取得空战击落记录。而在美军这边， F-35也早投入战斗。从2018年 F-35B 在阿富汗向塔利班投下炸弹，到近期美英联军利用 F-35在也门胡塞武装的地下掩体进行精确打击，再到部署在中东应对伊朗的导弹威胁， F-35已经成为了美军全球部署的绝对先锋。那些关于它故障多不能打仗的谣言，在一次次实打实的空袭爆炸声中不攻自破。不过强大从来不是 F-35被世人追捧的原因，它的可怕恰恰来自它的便宜。截至2025年，除了美国自己计划采购惊人的2456架之外， F-35的海外客户名单简直就是一份发达国家的花名册。英国、丹麦等1级、2级研发国自不必说，日本和韩国为了应对西太平洋的巨大压力，早已装备并不断追加订单。就连曾经坚守中立的瑞士、芬兰以及德国、波兰等，都纷纷打破原有的采购计划，拿着大把外汇排队抢购 F-35。那么，为什么连拥有台风和阵风这些优秀4代半战机的欧洲国家都要低下头来买美国的飞机？是因为 F-35是目前国际市场上唯一一款能买到的真正经历过实战检验的5代机。F-22被美国国会立法禁止出口。你想拥有隐身突防和5代机级别的态势感知能力，除了 F-35，你别无选择。不买，你就在空战技术上直接落后别人整整1代。不过，就在 F-35如日中天的时候，最近却传出了一条很有意思的消息。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美国的核心盟友加拿大以观察员身份加入全球战斗机行动计划，这将使其有机会接触到由英国、日本和意大利共同研发的第6代战斗机。这也意味着加拿大或许有可能放弃原先对 F-35的采购。除了加拿大，北美防空司令部上将格雷戈里·吉洛特也在听证会上表示，北美本土防空不需要 F-35的隐身能力， F-15EX 就够了。这2条关于 F-35的噩耗让不少人惊呼 F-35的神话破灭。但只要稍微看透国际政治的底色，就会明白，这根本不是技术问题，这是一场闹剧。加拿大之所以突然翻脸，根本原因在于特朗普对加拿大实施了极其粗暴的关税制裁，甚至以安全为由封锁边境公路。在严重缺乏政治互信的情况下，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绝对不敢将国家未来半个世纪的防空核心完全交给一家美国军工企业。因此，加拿大向6代机抛媚眼，本质上是在寻找一个政治上的谈判筹码和战略备胎，
话虽然这么说，但是加拿大的皇家空军高层非常清楚，如果放弃 F-35，加拿大将面临10年的战力空窗期。且如果混编其他非美系战机，如瑞典的鹰狮，将带来灾难性的战力割裂，他们根本等不起预计2035年才能服役的 GCAP6 代机。所以加拿大近期依然在悄悄支付另外14架 F-35的长周期部件款项，同时对剩余的72架进行审查。身体远比嘴巴诚实，一旦争端缓和， F-35 依然是加拿大绕不开的最终宿命。对于洛克希德马丁和美国空军来说，加拿大这种小插曲根本无法阻挡 F-35 继续进化的脚步。目前，针对早期型号的载弹量和算力瓶颈， F-35 正在迎来其服役史上最庞大、最脱胎换骨的升级——布洛克4全面升级计划。这个升级的核心是换装被称为 T-23 的全新硬件架构，它为战机换上了处理能力比以前提升了整整25倍的核心处理器，以及容量呈几何级数增长的内存。算力的暴涨直接解锁了 F-35 封印已久的恐怖潜力。首先是武库的全面扩容，升级后的 F-35 不仅能发射射程极远的 ARM-260 超远程空导弹，还将整合 AGM-88G 先进反辐射导弹，这将使 F-35 成为专门猎杀敌方 S-400 等先进防空雷达的终极杀手。其次是电子战能力的史诗级跃升，依靠更强的算力， F-35 的 APG-81 雷达和机载电子战系统将具备更宽的频段覆盖和更恐怖的干扰功率。它不仅能隐蔽自己，甚至能在编队中扮演专门的电子战机角色，掩护友军突防。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彻底释放的野兽模式。很多人嘲笑 F-35 内置弹舱只能带4枚导弹，火力太弱，但布洛克4升级后， F-35 在开战初期便能轻松突破敌方的防空网，随后露出它最残暴的獠牙。利用机翼下的外部挂架， F-35 将变身为一辆炸弹卡车。在野兽模式下，一架 F-35 最多可以挂载近10吨的各种弹药，包括近距离格斗弹、中距空导弹，以及多达6枚的2000磅级重型智能炸弹。这种瞬间的火力倾泻能力，足以让任何残存的地面抵抗力量灰飞烟灭。并且随着中程僚机计划的推进，未来的 F-35 飞行员将不再是单打独斗的战斗机驾驶员，而是化身为一个空中指挥官，指挥着身边伴飞的数架甚至10几架无人隐身战斗机，去执行诱敌、侦察甚至直接开火的致命任务。这种将有人机与无人机深度融合的蜂群战术，将彻底颠覆现有的空战格局。回顾 F-35 诞生至今的历史，它身上确实贴满了超支、妥协与无数次软件 bug 的标签。它在气动外形上为了三军通用做出了巨大牺牲，在维护成本上让许多中小国家咬牙切齿，甚至在复杂的政治博弈中成为盟友间相互倾轧的筹码。但这一切都丝毫不影响它作为人类第5代机王者的历史地位。它是第一款真正将隐身、超音速、全向传感器融合和网络战能力完美结合，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大规模标准化量产的战术平台。当超过880架 F-35 在全球各地的美军基地、航空母舰和2栖攻击舰上完成挂弹，随时准备升空时，它构筑的是一张纵横全球的密不透风的单向透明的隐身打击网络。这种压倒性的战略威力才是支撑美国空中力量在未来结算年度继续维持绝对主导权的终极密码。好了，本期关于 F-35 研发内幕的深度拆解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认为，在未来6代机加速研发、无人机群崛起的背景下， F-35 将会继续走向自己的终极进化，还是真如格雷戈里·吉洛特所言，因为北美不需要 F-35 而逐渐淡出历史？这一切都有待时间回答。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观点。